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转360度，直接吓傻了围观群众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360度转动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后面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差点没骨折，他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了看差点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，即使连专业的瑜伽教练看到都被吓了一跳。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柔软的人，他还教给瑜伽教练一个动作，结果教练根本做不到这就很尴尬了。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能卷出8个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的柔软，好像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的是一个奇男子啊。他的头和手长在了一起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觉，就算强行把手拿开，但很快又会自己撑起来。虽然睡觉过程中头会不停的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。100斤的水桶都轻轻松松，大叔还说这种睡眠姿势不仅手不会麻，还睡得更香了，甚至还救过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呢？他说之前家里闯进一个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附近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他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他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那他为啥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呢？大叔说自己从18岁开始就这样睡觉了。原来40年前经常有人在他家果园偷苹果，轮到他守夜的时候实在太困了，想要睡一会儿，但地板很硬，也没有枕头，他突发奇想用手把头撑起来，没想到睡得非常舒服，甚至打起了呼噜。从那之后就形成了习惯。但是这样真的健康吗？来到医院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的呼吸障碍，奇葩睡姿让舌头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有时在睡眠中会无意识的呼吸暂停。为了健康，必须要改掉这种睡眠方式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不再当睡梦罗汉了。和大叔有类似爱好的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证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。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出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
它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。每过5分钟，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，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뭐야?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，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，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，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。就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，节目组迅速出击，面对质疑，他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，我丢的是一片树叶。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，时间一长，树叶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，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。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，再次发现了硬币，节目组赶紧调监控，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，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，随后匆匆离开。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。 화지 주는 분이我都不认识他啊！大妈刚离开银行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。节目组追上大妈，想了解下情况。大妈发现了摄像机，拉着购物车就溜了。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，买了几个汉堡后，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，路边树底下丢一个，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，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！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她家里很破，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，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，交不起水电费的大
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，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请叫上我，谢谢。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，必须用纸的话，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，下次继续用。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为了省水，马桶要攒1天，睡觉前才会冲1次。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，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，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，没关系，用夹子夹上照样穿。袜子都穿到脱丝了，变成了薄薄一层。短袖从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。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。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，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。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，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，他把家里燃气停了，只要花钱一切免谈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，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。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，还还完了贷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，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。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，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个美美的发型，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，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，他决定挥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，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。老板说我这都打5折了，要不送给你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钱收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，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，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，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。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，他开始采购了。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？还有西红柿，做个西红柿炒葡萄，不错。今天运气也很好，还找到了一盒烤鸡，看了下生产日期，才过期6天而已，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。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，这下齐了，餐后甜点都有了。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，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财产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，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，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。社交牛 C 症无疑了。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，但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，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，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，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。朋友如期而至，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，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。朋友都听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。晚餐时间到，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，好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，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表情复杂，又尝了一口，直摇头。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？一口下去一言难尽，问他食物从哪来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惊慌失措。不会吧，这也是捡的。朋友顿时肠胃翻滚，冲进了厕所。大姐贴心的说马桶没冲过，味儿可能有点大。这样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厉害了。这还没完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。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，很明显也是捡来的，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，确实不新鲜了。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，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。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，所以才铺上了报纸。朋友一听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，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。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，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，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，这让她有了危机感，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。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，房贷都还完了。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疯狂的用铁锤敲自己，一天要敲1万次，边敲还边笑，甚至脑袋也要敲，即使在店外都能听到敲打的声音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说正是铁锤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呢？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，疯狂的敲打肚子，都敲出了8块腹肌，胸口再来上几下，胳肢窝也不能少，说这是自己独特的按摩方式不仅如此，说锤子疗法还能帮助减肥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叔最后在脸上敲了几下后，终于说出了这样做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当年他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偶然拿起铁锤敲打颈椎，没想到颈椎一下他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了敲打自己的道路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他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大叔还在医生面前展示了锤子疗法，医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的颈椎问题
仍然存在，建议大叔立即停止锤子疗法，不然很有可能得关节炎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仪。和大叔有相同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疯狂的用铁锤敲肚子，1分钟要敲80次，肚子都敲红了。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还让工作人员往他肚子上敲，敲完肚子又打了一套太极拳，完事后拿出一瓶白醋，倒了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这种迷惑行为真的是奇怪啊！回家后拿出冰冻的苹果，直接用手指劈开吃，还说手切的好吃，我信你个鬼啊！有区别吗？更奇葩的是，他是个专业的钢琴老师，弹了一手好钢琴，还给节目组展示了一段，看着完全就是两个人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原来他患有小儿麻痹症，从小就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，直到有一次自己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到了自信，从此就这样开始奇葩的运动了。至于锻炼完要喝醋，他说之前经常咳嗽，喝了醋就不咳嗽了，就很神奇。但这种锻炼方式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当着医生的面展示了自己的锻炼方式，医生也看呆了。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发现他的肠胃有一定程度的损伤，要立即停止这种危险行为，不然有可能会导致内出血。最后大叔也表示自己会慢慢改掉这种不好的锻炼方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对自己更狠，他把10厘米长的钉子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，很快就抽出来一管血。就这种迷惑行为，他每天都要做10次，已经做了10年。他还说是为了健康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觉前也要抽一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啊，怕他抽死了，说他有一次放血过多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钉子救了他的命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再后来他做的越来越极端，甚至往头上钉钉子，这也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还认为是放血带来的，真的奇怪。原来大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呢，他认为自己体内有药物残留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。经过一番劝说，他同意去医院检查。医生看到都震惊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完全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都有可能导致瘫痪。最关键的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，身体没病的话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心理测试，医生说他把心理问题当成了身体问题，错误的通过放血来自救，还试图让这种行为合理化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后就把拔罐器都砸碎了，生活步入了正轨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！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啊，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啊！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啊！第二天，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一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
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，还有下面这个公寓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啊，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1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
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。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。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，和头发确实很像。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。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，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。大妈屁股上长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